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年初一就是春节当天，这一天无疑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是一年之始，在这一天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的，不然的话就会导致接下来一整年的运势都变得很差，甚至有可能全家人都是如此。那么关于大年初一的禁忌事项，你知道多少条呢？想知道大年初一忌讳做什么，大年初一不能干什么事，就来瞧瞧介绍吧。一、大年初一能做什么事？一、上坟祭祖。我家是从县里迁到城里，当然县里的亲戚关系一直有联系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上坟只在清明前后，但是有次清明时候，我的亲戚说正月初一他们已经去上过坟了。他们村习俗是一年要上2次坟，清明和春节，并且春节这一天上坟非常重要。几个兄弟之中，谁最早到达坟头，接下来这一年谁家的运气就会最好。所以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上坟。其实对父辈的孝顺是活着的时候，上坟就是为了提醒下一辈不要忘记父辈的养育之恩。二、烧香拜佛，这是老年人做的比较多的一件事。他们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庙里烧香拜佛，祈求上苍保佑家人平安健康。我奶奶就是每年正月初一凌晨就去庙里拜佛烧香，几十年从不间断，这是他们老年人的信仰，拜的是心中的愿望。三、拜早年。古时候拜早年一词原来的含义是为年长者拜贺新年。拜早年一般从家中刚开始，初一早上小辈醒来后要先向老人拜早年，祝福长辈健康平安，万事大吉。老人受拜之后，要将事先准备好的春节红包分到小辈。在给家里老人拜完年之后，大家出门相逢时，还要面带笑容的恭贺新年，互道财源滚滚来，四季吉祥如意，春节快乐等吉祥的话语。上下隔壁邻居或亲戚朋友亦互相登门拜访，拜早年或相邀喝酒游戏娱乐。四、开门炮仗。新春佳节早上，开门炮仗开门大吉，先放爆竹称为开门炮仗，鞭炮声后碎红遍地，灿若云锦，称之为满堂红。这时候满大街瑞气迎门，欢欢喜喜。五、占卦运势。古时汉人民俗以进到新正初几天的气温阴晴来占本年年成，据说起源于汉东方朔的岁占，为岁后8日，1日为鸡日，2日为犬，3日为猪，4日为羊，5日为牛，6日为马，7日为人正直，8日为谷。假如当天晴空万里，则所主之物繁殖；当天阴，所主之日不昌。子孙后代沿其习，觉得初一至初10皆以气温晴朗，没有风，进入无雪为吉。子孙后代由占岁发展趋势成一系列的祭拜庆贺主题活动，有初一不宰鸡，初2不杀狗，初3不宰猪，初7不处决的风俗习惯。六、贴纸画鸡。画鸡古时候新春佳节在窗门上画鸡来驱地狱恶鬼尸血。晋朝人著的《玄中记》里讲到，来到前边说到的杜朔山上的这只天鸡，说成当太势不久冉冉升起，第一道太阳照射到这株树木处时，天鸡就欢叫了，它一啼，天地的鸡就跟随叫了起来。因此新春佳节所捡的鸡实际上便是代表着天鸡。殊不知上古神话中也有鸡是虫鸣鸟形变的叫法。听说尧帝时，过方的友邦上供一种能驱邪的虫鸣鸟，大家都热烈欢迎虫鸣鸟的来临。但是供使并不是年年都来，大家就刻一个木材的虫鸣鸟，或用铜铸虫鸣鸟放到门户网，或是在窗门上画虫鸣鸟，吓跑魔鬼怪，使之害怕再说。二、大年初一不能干什么事？一、忌在家里打扫和扫水。大年初一不可以打扫和蓄水，怕因而带去了财运。殊不知大年初一一家人团圆，再加上拜早年的大家出入持续，吃花生、吃瓜、吃苹果、吸烟，
撕下的皮、壳、渣、碎纸、烟蒂遍地全是，不扫不好。因此大家就想到个随机应变的方法，改往外扫为往内扫，代表金银财宝进门处，扫好后装在垃圾箱或垃圾篓里不扔掉，金银财宝便吸引了。2. 即借款或借他人钱。这思想觉得初一借了他人的钱，一年四季靠外籍援，初一出借他人钱，资产流失一整年，因此大年初一最好是不必借款，也不必借他人钱，一年四季靠外援。3. 即粉碎厨房用具等。大年初一觉得粉碎厨房用具等寓意一年四季不吉利，但是在如今的社会，当小朋友们因为不小心粉碎了家具也没事儿，要是大家赶紧说上一句岁来好，岁来好，万事大吉，也就化凶为吉了。4. 即说死等不吉利的话。大年初一大家都是会规定小孩慎言，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如打、杀、死、穷、鬼等关键字一律不可以擦边。但是为防万一，许多家中会挑选贴上童言稚语的大红纸便贴来给予破译。5. 即向人追债或被追债。过年期间无论是被追债还是跟别人要债都不宜，就思想觉得你这一年都是会很不幸。6. 即动小刀或剪刀。大年初一这一天不要动小刀或剪刀，不然会断绝官运发财路。女性也不要动针线活，不然这名女人一年到头都是会和他人吵个难休，或全身有刺一样的不适感。俗话说得好，初一动了刀和剪，口诀是是非非全免不了。7. 即打打闹闹。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弥漫着快乐的氛围，假如在这一天打打闹闹，那么就会看起来尤其滋生，让大伙纷纷议论，被传为笑柄。另外也寓意着你下一年随着打打闹闹不安宁的生活。因此初一谨记不必争吵，有哪些难题能够渐渐的商议理性来处理。8. 出嫁女儿不能回娘家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已出嫁的女儿初一不可以回娘家。如果过年的第一天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，一指会把娘家吃穷，和古代婚姻制度有一定关系。古代围绕男人建立婚姻制度，现在一般男方父母还在的时候不能回娘家，如果男方父母不在了，初一可以回娘家。9. 老人不能出门。大年初一老人家出门有走财漏福之说，长辈安坐家中才可使家宅来年福财两旺，而晚辈一般来讲是要到长辈家中拜年，以示孝敬长辈的。10. 即洗头洗衣服。尤其过年期间，大年初一是不太适合洗头、洗澡或者洗衣服的，因为本身在这个时候人的身上会有很多财气，如果洗头、衣服或身体，就会导致身上的财气被洗掉，这样是会导致接下来一年变得越来越穷的。11.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。大年初一是一年的开始，是辞旧迎新的日子，因此新年第一天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要多说些吉利的话，如恭喜发财、财源广进、金榜题名等。12. 早饭不能吃稀饭和荤的食物。吃稀饭会让财运不旺，所以很多地方会吃干饭，这样来年才会富裕。吃素则是为了表达对神的尊敬。13. 忌打破东西。在大年初一拿碗碟、陶瓷、玻璃物品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一些，不宜打碎了，因为这是很不吉利的。如果真的不小心打碎了，就要用红纸把碎渣包起来，放在神桌上，嘴里说岁岁平安，5天之后再把碎片给扔掉。14. 不宜喊名字催人起床。在春节初一的时候，确实是需要早起床的，但是如果有人睡懒觉，最好就不要喊这个人的名字去催其起床，因为这会导致这个人一整年都被人催促着去做事，一整年都不得休息，这意味着对方一年的地位都没有得到什么提升。15. 不宜煮新饭。在春节初一当天是不宜煮新饭的，要吃除夕的时候剩饭，因为这意味着家里去年的粮食都吃不完，今年还有剩余。
这是一种年年有余的象征。而且这也意味着家里今年的粮食也会吃不完，可以留到明年，是分散下来的，表达了人们对于新一年美好祝愿。日子再忙，祖宗的传统也别丢了。今天是大年初二了，也有不少习俗，同时也有不少禁忌。下面就来聊聊大年初二老祖宗留下的老习俗。4吃4做6不做，寓意开年日子越过越顺，大吉大利，事事顺利。老传统不能丢，可惜很多人不知道，快跟大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大年初二要吃什么？1. 吃开年饭。正月初二谓之开年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人们带着三牲、糍粑、煎堆等礼品走亲访友。韶关沙田一带杀生鸡开年，取生气十足的意思。在饮食习俗方面，正月初二这天的中午饭称开年饭，菜式多样，皆取吉祥寓意。鸡是少不了的，烧肉取红皮赤壮，身体健康之意；炒饭取系大显身手；猪力取大力之意，还有生菜取意生财；蒜喻能写会算；葱喻聪明；酒喻长长久久等；勤喻勤劳刻苦。2. 吃面。民间谚语说，初一饺子，初二面，初三盒子往家转，初四烙饼炒鸡蛋，初五捏上小人嘴，初七人日吃寿面，所以大年初二是要吃面的。有的地方把这种说法解释为迎女儿回门。初二的面讲究也不少，据说初二面要用初一的饺子面来做，而且这面必须为冷汤，也就是把面煮熟之后用冷水浸过，称为冷汤。现在的人们一般都打个卤面，或者是炸点酱做成打卤面或者是炸酱面，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浸过，以保留初二的面的风俗。3. 吃发糕。大年初二，恩平人用一种独特有趣的习俗开年，用一种叫做发糕的年糕，连同其他祭品祭拜祖先。拜完祖先，全家吃发糕，还边吃边大喊开年吃发糕，财旺福又到。据介绍，恩平人年初二吃发糕开年的习俗源于明朝。相传当时恩平有一孤苦伶仃的乞丐，新年来临，人在街行讨。年初二那天，一个好心的点心铺老板收留了他，并教他做点心的技术，学成后又资助他回家开了点心铺。后来乞丐独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食品，挑到鱼上去卖。人们第一次看到这种食品，甚觉新奇，问是什么东西。乞丐说是新年发糕，人们纷纷买来品尝。后来乞丐卖发糕发了财，资助穷苦子女上学读书，一时传为佳话。此后恩平人吃发糕拜祖开年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。4. 馄饨。初二早上一定要记得给家人煮碗馄饨吃，这是因为馄饨外形酷似元宝，且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，因此人们认为吃的馄饨能够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财气。2. 大年初二要做什么？1. 回娘家。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，大年初二有件最要紧的事儿必须去做，那就是回娘家。过去人们大都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，从此之后就是别人家的一份子了，因此一般过年的时候不可以随便再回娘家，最晚要等到初二。有人认为初一回娘家会把娘家人吃穷，接下来一年的日子都不好过。从情感的角度来看，年初二再回娘家其实是比较恰当的。过大年最讲究的就是团圆，一家人忙碌了一年，终于能有几天的闲暇时间，可以在一起享受欢乐时光。如若过年的时候回了娘家，不管对婆家人来说还是对娘家人来说都不太好。婆家人会觉得家庭不完整了，娘家人也会担心女儿是不是受了委屈。到了初二，两家人该团聚的也都团聚了，也是时候回娘家看看了。所以这一天夫妻两个会带着礼物和孩子一起回娘家拜年，因此初二也常被人称作是迎婿日，也就是迎接女婿的日子。一般夫妻俩不会在娘家过夜，中午吃完了饭聊完了天之后也就回家了，至此这个回娘家的仪式就可以宣告结束。2. 祭财神。民间一直流传，从腊月23开始，人间的各种神仙，比如财神爷、灶王爷等纷纷上天述职，他们要把这一年来的见闻都跟玉帝说一说。因此有些地方会在这一天有祭灶的习俗，就是希望给灶王爷供奉点好吃的，希望他上天之后多说几句好话，来年也好更顺利些。新年开始后，各路神仙纷纷下凡开始一年的工作。
这时候，人们又开始准备仪式来迎接他们。大年初二是财神爷下凡的日子，每到这一天，无论是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，大家都会在家里上炷香、叩个头，进行简单但严肃的祭神仪式。3. 灯常亮。初二这天讲究灯火通明，家里的灯不管大小明暗全都开起来，不要关掉。如此一来会让家里看起来灯光璀璨，不得让人觉得这家人过得真不错，也预示着人丁兴旺。在某些地方，人们不仅初二会有亮灯的习惯，有时候从除夕那天就开始了，家里的灯一直亮好几天，让人觉得更加兴奋，更有节日的氛围。4. 拍全家福。过去嫁出去的女儿回来一趟不容易，所以很多地方也都会在初二这天拍全家福。3. 大年初二什么不能做？ 1. 借讨要债务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是一句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训。人一辈子难免会遇上棘手的事儿，而金钱就是一大阻碍，所以很有可能向他人借来缓解危机。而作为债主，虽然心急如焚，特别担心欠钱人不还钱，但是要钱或者说讨债的时候，也一定要分时间场合。大年初二应该是一个喜庆祥和的节日，如果在这一天有债主上门讨债，其实对两者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。因为按照古人的说法，讨债人可能会倒霉一整年，而被人追债的人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2. 在白天不可以午睡。在大年初二这一天的忌讳，还有就是不能够在大白天睡午觉，整个正月都是不建议睡大觉的。平时要养足精神，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多出去玩玩，到一些景点或者跟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玩。在大白天不可以午睡，如果午睡了，会感觉一年都邋邋遢遢，没有精神。而且在大年初二这一天，会有人到家里来拜年，如果你午睡了，让来家里的人感到你很无礼。3. 回娘家要带双数礼物。大年初二这一天被称为是迎婿日，这一天女儿会带着女婿来拜年，虽然不会空手而来，也会拿着众多的礼品回娘家拜年，这是礼数。但还要注意，送礼也是有讲究的。古人重视好事成双，双喜临门，过年自然要图个吉利，一定要记住，拿回去的礼物必须是双数，而不能是单数。4. 忌打扫，不扔垃圾。不扫地，不倒垃圾，初二的时候还没有把请回家的神仙送走，如果这是扫地扔垃圾，就意味着将神仙扫地出门了，这样就会把家中的财气给扫掉扔掉了。5. 忌洗头洗衣服。水在我们生活中是必不可缺少，我们常会听到一方水养一方人这句话。大年初二这天是传说中的水神的生日，为了保证这一天的风调雨顺以及对水神的尊重，大年初二这天是不允许洗头的、洗衣服的。6. 不可动剪刀等锋利的事物。在民间的风俗之中，初二动剪刀，口舌是非定难免。锋利的东西在古人看来不符合新年平安的愿望诉求，容易给家里带来是非与麻烦，所以像剪刀这些带刃的东西，万一不小心划破手指，虽然只是皮外伤，但在春节之际流血还是不太好的。老祖宗为了避免不好的现象，在那天尽量不动为好，以此驱福避祸，祈求平安喜乐。大年初二牢记吃4样、做4事、记6事这些老传统，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新的一年全家团圆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。正月都是农历新的一年的开始，随着春节的到来，人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举办很多风俗，甚至有地方是会将在第1个月发生的事情作为素材来推算未来的11个月过得如何。那么就导致在正月里做事都是要比较注意的。那大年初3有什么需要注意不能做的事情吗？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1. 大年初3要做什么？ 1. 回娘家。关于回娘家的时间，地区不同，存在一定差异。有些地方是初2回娘家，有些地方是初3回娘家。笔者所在的豫东地区就属于初3回娘家。在初3这天，女儿和女婿要拿着礼品回到女方家里，礼品不能为单数，要为双数。至于礼品多少，要看结婚的时间。如果是刚结婚第1年，拿的礼品就多，需要10几箱或者几十箱；而结婚2年以上后，礼品数量就少了，一般是6箱居多。2. 扫地。
正月初三又被称为扔穷日或者是扫帚日，比如笔者所在的豫东地区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初一初二是不能扫地的，即使家里有鞭炮的碎片或者其他的生活垃圾，也要放在院子里，不能轻易打扫，到了初三后才可以打扫卫生，把家里的垃圾扫出去。按照以前的说法，初三是迎接财神的日子，需要把家里的垃圾扔掉，干干净净迎接财神的到来。同时把垃圾比喻成穷，扔垃圾就等于把穷也扔掉了，所以叫做扔穷日。3. 早睡晚起。过年期间大家都比较忙，初一忙着拜年，初二忙着走亲戚，到了初三，人们通常不会出去走亲戚拜年，可以睡一个安稳觉，养足精神，让新的一年里精神抖擞，这是以前古时候的做法，而现在已经不适合了，因为初三也要走亲戚，所以睡懒觉是不可能的了。所以老话说，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睡个饱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4. 祭祀烧纸。正月初三，在部分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：烧了门神纸，各自寻生礼。在初三这天，早上起来后就需要给去世的先人烧纸，寓意是什么呢？在以前过年是初一和初二，到了初三基本上年就过完了，烧纸是告诉先人年过完了，他们该回去了，所以就有了烧了门神纸，各自寻生礼的说法。虽然有一定的不科学性质，但是在部分地区还存在着这样的习俗。2. 大年初三不能做什么？ 1. 杀猪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：一日为鸡，2日为犬，3日为猪，4日为羊，5日为牛，6日为马，7日为人。每一天都代表着初几，比如初一就是鸡，初二就是狗，初三就是猪，以此类推。所以正月初三是猪，因此在这天不能杀猪，寓意着好运。2. 打老鼠。正月初三这天也不能打老鼠。相传初三这天是老鼠结婚的日子，不仅不能打老鼠，还要在角落里撒上一些粮食，以便让老鼠们食用。至于这样做的原因，让老鼠在结婚这天能够吃好，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要再糟蹋家里的粮食，图个心安。同时晚上也要早早关灯睡觉，以便给老鼠腾出闹洞房的时间。部分地区也流传着年初三早上床，今晚老鼠娶新娘的说法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3. 动刀子或剪子。民间有句俗话说，初三动了刀和剪，口舌是非全难免。意思是说，初三这天不能动刀子或者剪子，容易遭人说闲话，或者背后有人说自己不好，对于自己来说是不吉利的，并且由于口舌是非的原因，还有人觉得影响自己一年的仕途财运，所以正月初三这天不能动刀子或剪子。4. 走亲访友。正月初三在部分地区被称为赤狗日，相传赤狗是一只凶兽，在这一天会被放出来，如果外出走亲访友，可能会遇到赤狗，寓意着运气不好，在新的一年里干什么都不会很顺利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晦气事情的发生，初三这天不能走亲访友。不过从现在社会的角度来说，正月初三是走亲戚的高峰期，也就没有禁止走亲访友的说法，当然在路上也不会遇到赤狗。5. 不宜点灯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当中，大年初三这天是老鼠娶亲的日子，所以人们要早早熄灯就寝，不能打扰老鼠娶亲，晚上忌点灯。再者，从过年到初一初二忙了几天，也该好好休息一下，补补前几天的睡眠，才能更有精力继续过节。3. 大年初三穿衣讲究。1. 大年初三衣服的讲究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过年就讲究喜庆，而且讨得吉利，所以穿正红的衣服是最讨喜的。你可以不必全身都穿正红，只需要外套用正红的颜色来就可以了。建议女性用长款的红色大衣或者是羽绒服，米色的衣服其实是不太适合在冬天穿的。但是现在米色的流行又形成了反其道而行的趋势，
所以冬天的时候穿米色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建议是那种皮肤较好、白净的女性来穿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当然，可爱的男孩子穿也是一样的。2. 大年初三的服饰讲究。过年可以选择穿传统的服饰。传统服装有2种基本形制，即上衣下场制和衣裳连属制。上衣下场制相传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义系辞下载，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坤。这一传说可以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得到印证。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。上衣下长的服制，据释名释衣服载，凡服上曰衣，衣也，人所衣以避寒暑也；下曰长，杖也，所以自杖避也。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，下长类似围裙的形状，腰系带，下系费。4. 大年初三吃什么？1. 吃盒子。民间有俗语说，初一的饺子，初二的面，初三的盒子往家转。很明显，初三有吃盒子的习俗。盒子是中华面食中的一种，是中国北方，尤其是在京津地区流行的一种面食。中国自古讲究和，而盒子也是2张面皮盖在一起包起的形状样式。和谐音和，寓意阖家团圆，和和美美。盒子的面皮一般不用发酵的面，而是用烫面和冷水面这2种。盒子的馅儿必须以蔬菜为主，少放肉馅，甚至不放肉馅。盒子皮薄馅儿大，味道鲜美，因此深受欢迎。2. 吃菜包饭。初三吃口菜包饭，阖家欢聚庆团圆。每年的大年初三，家家户户都会备上一顿菜包饭。从字面上不难理解，这道饭其实就是由菜叶包住的饭，预示新的一年财源广进了。大蒜、豆角、虾米、韭菜、生菜都是菜包饭必备的。把白米饭倒进锅里，和韭菜、大蒜、豆角等一起炒好，然后铺好生菜放在手心，接着添上早已炒好的饭，双手并拢，将生菜叶卷起来，双手拢成团捧着吃，寓意团团圆圆。3. 吃冷水面。冷水面顾名思义是用冷水和面，这样和出的面弹性好，馅儿装得多，但是不能擀得太薄，否则入锅后容易破损。冷水面团创造出面团不同的软硬度口感，面的颜色洁白，面皮有韧性和弹性，可制作水饺、刀削面、猫耳朵、豆沙酥饺等。看到这儿，正月初三的习俗和禁忌就和大家说完了。有朋友看完后可能会有疑问，习俗和禁忌之间相互矛盾，比如既要避赤狗，怎又回娘家拜年，到底该咋办？其实这是由于区域不同、习俗不同所导致的。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习俗，大家按照当地具体的习俗即可，不用在意其他区域的禁忌。另外，关于民间流传的习俗和禁忌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可以了解，也可以无视。问问大家，你们当地有类似的习俗或禁忌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